大家好，这里是案件纪实频道，我是路人甲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丈夫，求求你了，我不能没有他。美国的一处医院的抢救室门外，一个神情悲切的女人跪倒在医生面前，声泪涕下多的请求他们救治自己的丈夫。悲伤脆弱的样子让旁边的人都十分同情她，也为她对丈夫的深情感动。女人名叫李天乐，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，和清华毕业的丈夫王小叶一起来到美国留学，此后就在美国定居工作。就在2011年1月14日清晨，李天乐像往常一样起床，给儿子和丈夫做早餐。眼看着已经临近上班的时间，王小叶却迟迟没有起床。李天乐以为丈夫是昨晚庆祝生日喝了不少酒起不来，因此先把儿子送去了学校。可没想到，等他送完孩子回来以后，王小叶还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李天乐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赶紧把丈夫扶起来查看他的情况。只见王小叶面色苍白，身体还不断打着冷战。李天乐觉得王小叶是感冒发高烧，决定把她送到医院检查。可在去医院的路上，王小叶开始不断呕吐，嘴角向外吐出白沫，看起来十分骇人。李天乐被吓得不轻，眼看丈夫奄奄一息，赶紧求着医生尽全力救治王小叶。男人就这样被推进了手术室，抢救了整整1天，才暂时保住了命。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，医生也诊断不出来王小叶的病因。王小叶在重症监护室观察的期间，李天乐忙前忙后，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在医院跑上跑下，还要给从国内赶来的公婆安排吃住和沟通事宜，短短半个月就瘦了1圈。对于能干的儿媳，公婆2人也十分满意，这让他们刚来异国他乡的不安也缓解了很多。医院里的医生也都纷纷夸赞李天乐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，和丈夫王小叶的感情一定很好。听到这句话以后，李天乐的红了眼眶。她和丈夫一直都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，学历相当不说，各方面都十分契合。她认为离开丈夫以后，自己再也找不到一个如此完美与自己匹配的对象，因此她极力恳求医生治好王小叶。可不久之后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因为病情太过严重，又找不到病因，医生无法对症下药。王小叶在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以后，还是撒手离开了人世。一家人悲痛欲绝，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了王小叶因病去世的事实。就在准备将王小叶的尸体带回举行葬礼时，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在医院门口响起，车上下来几个训练有素的警察，目标明确地站在了李天乐面前，反手铐住了女人。所有人对警察的行为都是十分不解，李天乐也一头雾水地看着警察。他们听到警笛声时，原本还只是以为警察进行例行调查，可这番举动却把所有人都搞得措手不及。李天乐做了什么？警察先生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王小叶的父母有些担心地看着李天乐，磕磕绊绊地用英语为儿媳辩解，可警察仿佛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一声不吭，径直押着不明所以的李天乐上了警车，把女人带到了警察局。你们为什么抓我？我有权知道你们这样做的原因。李天乐不断挣扎，试图和警察维护自己的权利。想到丈夫的死，李天乐又忍不住开口：你们是怀疑我和我老公的死有关系吗？这根本不可能，我没有动机杀害他。警察听到这句话以后，终于正视了李天乐，但他们并没有回答，反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：女士，你经常和你丈夫吵架，对吧？李天乐点点头，但夫妻吵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难道美国的警察这么武断，就把丈夫的死定在自己身上吗？她忍不住开口为自己辩解，自己不但没有杀害王小叶的理由，医生和公婆都可以为自己证明她没有作案的理由。谁知听到这话的警察却不自觉地拧着眉头，像是十分不认可这句话。听到李天乐还在不厌其烦地为自己找理由，审讯的警察打断了他，
从一旁的证物袋中取出了一个东西，放在了李天乐面前。刚刚还在为自己辩护的李天乐瞬间沉默了下来，脑子里在飞快运转，准备接下来的说辞。但警察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紧接着抛出了一个让李天乐头晕目眩的问题，让李天乐的心悬到了嗓子眼。你真的不知道我们带你回警察局的原因吗？那请您告诉我们，这是什么？李天乐看着眼前一个密封的罐子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警察。你们怎么发现的？就在王小叶死亡的前一天，一直找不到王小叶病因的医院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当地的疾控中心。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和比对，发现王小叶的症状并不像是疾病引起的不适，而是中毒症状。按照这一趋势，院方很快查明王小叶是他中毒，医生赶紧联系其他医院送来解毒的药物，但快马加鞭也要5个小时。而王小叶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，在药品还没送到的时候，王小叶就去世了。而他这种金属一般人是很难接触到的。意识到不对劲的医生很快向警察通报了这一情况，而根据警方调查，李天乐正好是一个制药公司的化学研究员，研究方向不仅与他有关，还有机会接触。警察在发现这一情况后，才将李天乐带回警察局。根据警察调查，邻居们都向他们反映，夫妻2人总是吵架，还时常听到李天乐怒吼：“我为你怀孩子受这么多苦，你想离婚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”由此，警方确认了李天乐的作案动机。同时，警察调查发现，李天乐在1年内先后向其所在的制药公司申领了不同剂量的他金属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。等他归还时，就只剩了一个空的密封罐。归案后的李天乐一直坚称自己无罪，直到警察将这些证据全部展示在他面前时，他才面如死灰地瘫倒在审讯室之中，随后缓缓向警察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李天乐认为自己和王小叶天生一对，但王小叶却在婚后发现了李天乐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李天乐性格偏执，对王小叶的掌控欲极强，时不时就会怀疑丈夫背着自己和别的女人联系。王小叶本来就性格开朗，身边朋友也很多，她待人有礼，对谁都是一副恰到好处的笑意，看起来很好相处。可是这个笑容落到李天乐眼里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对于王小叶，他控制欲非常强，尤其是在结婚后，他不允许王小叶对被人笑，还让他不要和那些女人来往。尽管王小叶说那些都是他的同事朋友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他让李天乐不要胡思乱想，可是李天乐根本就不肯听，而且2人还多次为此争吵。王小叶觉得很郁闷，多次劝说过李天乐，可是对方却依旧没有任何改变，反而有些变本加厉，让王小叶一度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李天乐对于王小叶的控制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，一旦王小叶没有及时回复他信息，李天乐就会电话轰炸，如果电话也打不通，那么她就会和丈夫爆发激烈的争吵，询问她当时到底在干嘛，和谁在一起。尽管王小叶说在开会，她也不信，对她各种指责，还说对方不喜欢她。对于这些，王小叶崩溃不已。之后她即便在工作中也会回复李天乐的消息，可是即使这样，2人还是爆发了很多小矛盾。李天乐总是严格规定他的回家时间，超过了10分钟就会疑神疑鬼，每次回来还会检查他的衣服，如果上面有了一些其他气味，他就会大发雷霆，好像王小叶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。王小叶整天活在他的控制之中，心里也十分不好受，甚至觉得李天乐有些神经，对他的一些行为很是烦躁。他开始不愿意回家，也和李天乐分房睡。本来是想让李天乐好好冷静一下，可是李天乐却觉得这更说明了他在外面有人。一旦这个怀疑落下，李天乐就无法控制自己。他希望王小叶不要出门，不要上班，还随意查看他的手机，对王小叶处处掌控。王小叶当然不愿意，2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之后，王小叶不愿意再理他。
而李天乐居然还毫无缘由地去骚扰王小叶的前女友、同事、朋友等一切与王小叶有联系的异性，严重影响到了王小叶的工作和生活。王小叶也知道李天乐很过分，不能再让他一直这样疯下去，否则两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王小叶让李天乐不要再那么做，可是李天乐不肯听，两人为此闹得不可开交。王小叶在无奈之下只能提出离婚，他觉得这样是摆脱李天乐的最好方式。李天乐的种种行为已经让他觉得喘不过气，他根本就无法正常生活，而且两人在一起也是争吵不断，两看相厌，唯有离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李天乐并不同意，为了把王小叶永远留在自己身边，李天乐借着给他庆祝生日的机会，蓄意选择不常见的下毒方式，在精心准备的蛋糕中投毒，让丈夫在幸福中死去。而因为它金属的隐秘性和李天乐严格控制的剂量，医生很难快速发现王小叶是中毒，因此没过多久，王小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李天乐因为感情纠纷杀害丈夫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故意杀人罪，最终依照当地法律被判终身监禁，且62年内不得假释。尽管对于自己的行为，李天乐也是后悔不已，一直在跟他家里人道歉，希望求得原谅。可是，一切已经成了定局，再也无法改变。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，只是整件事情令人唏嘘。